啊，咱们俩的方案最后定谁的，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有结论了。要不我给万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吧？哎，你别打了，他们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说明明董病得很重，咱们再等等吧。你不要瞎说，明董不会有问题的。等吧，等吧，无非2个结果：一，你赢我输；二，我赢你输。什么时候魏成变谦虚了？以前你嘴里不可能出现对手赢啊。其实，在我心里面只有一种结果，可是话到嘴边就变成了2种。从偏执狂变成暖宝宝，金燕子功劳不小啊。那不得感谢你啊！我请你吃饭。吃饭就算了，省得宣布结果的时候会放大痛苦，因为我认为的结果只有一个，我赢。我喜欢你这份自信，我也喜欢你这个对手。眼中钉，肉中刺啊！是镜子，是鞭子，时刻激起我高昂的斗志。啊，敢不敢把竞聘方案相互交流一下 ？Why not？ 我发给你了。哎，我也发了。好在疤痕不明显。什么意思啊？不明显，戒指就不买了？当然不是了。疤痕明显的话，戒指就要买粗一点，颜色深一点；反之，戒指要细一点，颜色浅一点，这叫视觉反差。真的不疼吗？不疼。没弄疼吧？没有。这事儿不着急，你竞聘没有结果，这事儿耽搁着，倒挺让人着急的。你没耽误什么呀？我一直在学习啊。董梦石的报告就在我包里面，虽然我们2个方向不同，但是在很多细节方面，他确实比我考虑的周到。长在脑袋顶上的眼睛会往下看了。看人之短，自己就短；见人之长，自己就长。不是你教我的吗？那我再复一下。好的，好的。万一啊，我说万一，这回你要输给董梦石了怎么办？会吗？你什么时候回余杭啊？等你手术完了以后，我就回去。我手术前前后后7、8个小时呢，你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你就让我浪费这7、8个小时时间吧，啊！既然你没走啊，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马上就要手术了，你现在呀，应该平复心情，工作上的事情等病好了以后再说，啊？那万一要是下不来呢？呸呸呸！快说呸呸呸！呸呸呸！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我刚才问过医生了，医生说啊，你这个手术的位置还挺好的，没什么难度，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心情平复好。这病我害怕有用吗？咱们这智能车间的方案还没有定，我现在怕呀。
我看那时间耽误不起哦。护士还在门口等着呢。德江，那咱们抓紧时间。你现在告诉我，你支持谁的方案？是小魏的还是小东的？我现在已经不是董事会成员了，可你是庐山重工的一员啊。行，我理解啊。这样吧，我们学诸葛亮和周瑜，谁也不输，支持谁，就把谁的名字写在手上，好吧？嗯。这样我就可以没有顾虑的做手术了。护士，来了，走啊！老公，你确定能赢？那当然了，你确定？相信我。难怪，今天这音乐都显得辽阔了。这个音乐啊，就适合把天窗打开，看着蓝天白云听。哎，我妈呀！辞职，德江，这个以后再说。手术很成功，先养身体。你呢，就不要安慰我了，哪有那么容易成功啊？不然，他就不叫癌中之王了。你是不是有点太悲观了？我对自己的身体啊，确实是有一些悲观，但我对咱们的庐山充满了乐观。邱省长，我就想向组织建议接我班的人选。你有人事任免建议权。方瑞洲。牧羊啊，哎，咱们麓山重工未来的智慧工厂在哪一块啊？就是那边那一片，占地4000多亩，投资约400个亿，年产值规模400个亿，但前提是完成机器换人，实现智能制造。好啊！你对明德江同志提出的人事建议，
怎么看？我觉得是坦诚的、负责的。你的意见，我支持方世忠回来。理由，陆山这仗既然输不起，就需要一个既能披甲执锐打硬仗，又能温和化解内部矛盾的人。今天的方世忠啊，跟中共换金融时候的他判若两人。因身体原因辞职。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并表决选举方瑞洲为公司第4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4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领导，吃药了。市场洗礼的负责人，同时还是生产经营之道的行业专家，是公司能够在面对未来变化的市场时，既保持定力和魄力，又更具创新力与活力，为公司实现发展。这几天躺在病床上等待手术，等待命运的不确定性，这挺悲凉的。工程机械的寒冬，我们咬牙挺过来了。如果再来一次，命运还会眷顾我们吗？如果不眷顾我们又凭什么能爬起来呢？陆山到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最关键时候，上一步眺望峰顶，下一步俯视悬崖，大小、强弱、俯仰之间，想掌握命运，只能自己变强大。我投魏成1票。明德江同志投这一票的时候，还是董事长。我觉得这一票应该算数。党委做决策的原则是先民主后集中。方总，您这一票是最后的拍板。我投通过。哎呀，你怎么才来呀？方总找我有什么事啊？我怎么知道？哎，给我透露点儿。我真不知道，你赶紧，方总，我等着急了。哎，只叫了我一个，没叫魏成，只叫了你一个人。进来。来了。坐。我就不做了。是不是智慧车间竞标方案结果出来了？对。党委最后决定选择魏成的方案。您那票投的是我吗？不是。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你的能力。您不用安慰我。您要没别的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芳菲一会儿下课，我还得去接她。这选 C 啊 ？CC 2个 C。那最后呢？耶，反正我的最后2大大题是搞定了。拜。哎，你找芳菲吗？啊。方老师下班走了。走了？对啊。走多久了？那我不知道。竞标结果怎么样了？这个你不应该去问魏成吗？
你怎么来了？我来见女朋友啊。心里发慌啊？有一点点。输了。赢了？那你慌什么？党委会已经开过了，以方总的性格应该已经拍板决定了，可是到现在，我没有收到任何信息。可是我刚才看董梦石，他好像收到信息了。要加强这里的数据采集能力，必须做到切割下来的每一块钢板都能倒查到具体安装在哪一台设备上。好，你们去忙吧。好。我回来这么久了，你没见你来找过我一次吗？我妈说了，我是属于那种提着猪头都找不到庙门的人，怕走错。我听说啊，你到这个地方调研过好几次了。是的，我仔细地看了董梦石的竞聘方案之后，发现自己的方案存在问题，尤其是在等离子切割和激光切割这一块，公司存在很大的技术问题，完全可以利用优化整合，没有必要一味的都用新设备。我参考了董梦石的方案之后，做出了一些调整。您看一眼。能让你认错不容易啊。技不如人，该低头就得低头，但我绝对不是认输啊！我依然坚持，在智能改造上面绝对不能一慢二看三通过，我们要先发制人，技术更迭不等人，时间更不等人。作为追赶者，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追赶上时间，甚至是超越时间。你中标了，我赢了。对，你赢了梦石。好像胜利让你并没有那么开心呢。我很开心，只是有遗憾。对胜利最高的评价标准不是战胜了对手，而是改变了对手原有的想法。我没有做到让董梦石认同。是啊，扶起对手，永远比打倒对手更有力量。请你多帮帮我。哎，金队长还不吃饭去啊？哦，拿个快递就去。好嘞，待会儿见啊！一会儿见。金队长。哎。辛苦了。谈个恋爱，跟地下党接头似的。我这不想沾你项目副董事的光，太招摇了。我这个车间主任的光也没什么好沾的。你赢了，太好了。哎，干嘛去哪儿？你这么开心，请你做顿好的。中午时间太短了，别去了。好吧。哇塞，果然是比我爸还了解我。哇，有脏东西。
纸杯。你来找我，不会就吃饭这一件事吧？还真有一件事情要求你。你呢，想帮董梦石，但是他不领情。你怎么知道的？首先啊，党委呢已经开了好几天会了，可是迟迟没有公布竞标结果。你想，方瑞洲在等什么？其次，你用梦石的方案完善了自己的方案，你呢会很感恩，但是不会据为己有。第三，对手变朋友，对董梦石来说需要有一些障碍要跨越，再加上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就更难低头了。那你要不要出个面，化干戈为玉帛？其实我觉得你们之间需要解决的事情，根本不需要通过我。我认为你们之间呢，越光明正大越好，最好呢，直截了当，直奔主题。让他感受到充分的尊重，而不是可怜的。呀！对不起，我要跟你谈一谈。我们有什么可谈的？新方案汲取了你的思路，帮忙看看。没空，让一下呢。我都说了，我还有事。消防救援大队实战演练现场请求我去支援。我陪你去。你干嘛？我是想着呀，咱们俩应该从对手变成队友。联合起来才能把这智慧车间给做好。我不想，更不想被你拯救。联合是强强联手，如果你没有两下子的话，我怎么会找一个累赘呢？再说了，我也不是什么救世主，我没有义务去拯救谁。我不耽误你时间，你开你的车，我给你念。你要是同意的话就点头，不同意直接说。走啊！复位灭火！队长，有些遥控操作和失灵了，该手动也动不了了。生产厂家还没来人吗？快！你好，我们是麓山重工的，能帮上什么忙吗？交给我们解决。让我看一下。好的，给你。谢谢。我去检查一下故障代码，估计是多路电磁阀出了故障。来，给你电脑，你指挥一下应急好不好？好，走。听我指挥，先切断压力油，再按下机械开关，发动机熄火。发动机熄火。数据线在哪儿？哎，谢谢。多路电磁阀的阀芯和线圈是好的，但是线圈没有电。我改写一下代码，准备重新启动。估计是转换阀有点故障，中间位置不准确，我敢手动操作。代码写入完成，重启。发动机启动，紧急开关复位。应该还是多路阀受到冲击之后，里面有碎屑，修肯定是来不及了。启动应急手动配合吧。应急启动，没有自动减速和安全控制，这液压冲击会很大，动力曲线很难把握，这稍有不慎会出大事。我不行。我来。
太好了，终于成功了！走，带着兄弟们上去。是，走。荣耀，把那个27扳手给我一下。啊，然后把这个坏的多路筏拿走。行吗？嗯。搭把手。你看，这对手也不是不可以握手。还不死心？孟石，智能制造这条路，光靠我一个人趟不出来的，我没有那本事。得需要你这种优秀的人，我们一起努力，才能走好、走稳、走踏实了。周队长，哎，修好了，试试车。好了啊，太棒了！你们俩是我见过配合最好的搭档。走，咱们试车去了。哎，走走走走。你听见人家怎么说的来着？哎呀，我老婆说的对。如果战胜不了你的对手，那就加入到你对手中间去。我喜欢你这个老婆，啊，这觉悟。怎么样？我怎么说的来着？男人的战争，女人走开。说中了吧？那也离不开你的点拨吗？不是，要不然你过来，我们成立一个新的铁三角。铁三角，这么自信啊？你就不怕变成三角恋了？最后。还有啊，我这个遮伤疤的戒指可还没戴上呢，你行动力欠佳啊！真的不是我催婚，主要呀，我也得给父母一个交代，你说是不是？你催婚我也不反对。先不跟你说了。哎呦，你这在家客厅怎么不开灯啊你？我要是开灯了，不就听不见你宝贵的真话了吗？哎呀，这线头啊插进针孔里，你俩是对上眼了是吧？嗯，吃秤砣了。哎，爸，咱们不是说不买房了吗？上回买房啊，是想让你找个条件好的，这回呢，是怕你受委屈。看似买房，实际是买个安全感，明白了吧？您放心，他打架打不过我，我呀比他安全。你是故意跟我瞎搅和是吧？不是，他对我挺好的，爱就是最大的安全感。这话他爸妈是不是也曾经说过呀？咱们家跟他们家的差别太大了呀。燕子，你未来的幸福取决于你是否有足够的安全感，这绝不能仅仅依靠男人啊，要来的安全感反而更不安全。可是现在房这么贵，我也没那么多钱呀。我跟你妈有啊。爸，你有腿行能行吗？没事，我跟你妈有，钱不够咱们再借。那怎么行啊？那是你们养老的钱，我肯定不能拿。再说了，你们老家房还没盖呢。
可你没房子就更没有安全感呀，这比饿肚子都难受。有句老话说得好，叫“有情饮水饱”。饮水饱？嗯，光喝水啊？啊，你喝3天试试。孩子，谁的婚姻也不能是长期扶贫呀。总之，不买房子，你就不能跟他在一起，这是底线。我霸道。慢慢看，这个怎么样？多少钱？这个是我们主打的啊，眼光真好，是吧？那我可以去看看。您年龄偏大，又不具有稳定职业、稳定收入，所以首付比例肯定要大。您这些钱不够啊。喂，你好，您是七斗冲的金显贵吗？是啊。啊，我们是县扶贫办的。您年前是不是申请了开办农家乐的贷款啊？是啊。已经审核通过了，材料呢已经交给银行了。真的？是真的。那太好了！哎，那你什么时候能把钱给我呀？啊，这样，您稍等，一会儿呢，我们给您发一条短信，您按照短信提示的号码，把银行账号发给我们，然后呢，会有专人联系您。好。哎呀。你能和董梦石合作，其实我挺高兴的。取人所长，补己所短，我是真渴望人才。可是这排名有先后啊，那你们以后谁管谁啊？当然是我管他了。我是智能制造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哟，组长同志了。那作为组长同志，你以后可就不能乱发脾气、乱耍性子了。这可不是搞科研，是搞管理。机器换人，离不开人。如果我单方面批准的话，你已经是主任了。单方面批准有什么用？我要是当组长，肯定干得比你好。对。你这带我去哪儿啊？看看我们的未来。这就是你的未来啊？是。那你的未来可够空虚的。哇，全数字化。下料、脱口洗边、卷板、变位、焊接、数控、淌洗、抛完、喷砂、涂装，最后总装。焊装一共多少人啊？要发工资的人是原来的1/3，但是多了16个不用发工资的自动焊接机器人。那你不干活啦？我在 FCC 啊，它是整个工厂智能制造的核心，也是串联所有工序的指挥中心。我在那里发出指令，经过5G 工业互联网，大概20毫秒左右，就会传递到上述的8个中心、16条智能生产线、375台生产设备、上千台水电油气仪，做到真正的互联互通。你的未来真的很精彩。是我们的未来真的很精彩。我什么时候能拜见一下岳父大人？不用这么着急吧。
是出了什么问题吗？他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喂。喂，你好，是金燕子吗？哎，我是。麻烦您现在来一趟市公安局。什么？公安局？你被骗那17万7啊，很有可能已经转移出境了，只能尽力追回吧。那个是我和我老婆一辈子的养老钱呀！哎，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金叔，啊，不好意思，麻烦您了。啊，没事，这儿交给我们吧。好吧，那你们劝劝他啊，谢谢。谢谢您啊，辛苦了。金叔，别着急。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好骗？金叔，那个钱啊，警察叔叔一定能追回的。可我怎么跟燕子她妈妈解释啊？你就说买房了。什么意思啊？咱回家走。我不回家了，我就请了半天假。你现在这样还怎么做菜呀？你就别给小猪添麻烦了。作为一个厨子，只要进了厨房，点击炒勺那一刻，必须忘记除了炒菜以外的所有事情，这是素质。我信。这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小东。知道了。辣椒炒肉，吃吃。来吃。都和你说了，别盯着吃看，你不信。你尝尝。没胃口。所以啊，今天这些菜比往常多放了小米椒，人在心情差的时候会带来味蕾的迟钝。你爸很专业，也很疼你。吃啊。尝尝啊！哎，踏踏实实吃，吃完之后啊，照这个抽一遍。我给你借钱干嘛？买房啊，买署名为金燕子的婚前财产。我有钱，我的那个专利已经变成苹果树计划了，马上就可以分红了。那我也不能借你的钱买房啊。我也想着，咱俩把结婚证领了之后再买房，这样就可以变成共同财产了。可是现在看来，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这个房，结婚就没戏啊。结婚不一定要有房，结婚有感情就行了。那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爸这么想吗？男人的安全感多来自于社会，而女人的安全感多来自于家庭里。你现在没有这个房，你爸妈呢就总是会担心，总睡不好觉。再发生像今天这样的事情怎么办？与其这样，不如让他们踏实。他们最希望的肯定是我过上稳定的生活。我现在工资已经涨了，买房的钱我以后能够慢慢挣。慢慢是多久？我等不起。你这样，你跟你爸爸说，借未成钱买房最大的好处就是，将来结婚后，如果这小子对你不好，你就让他拿着这张欠条净身出户。要是结了婚你对我不好，
可就不是净身出户了，那是什么？那就是人财两空了。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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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师傅，师傅，师傅。师傅。